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只因右手手腕受伤，他就要被迫从头练习左手剑。午后时分，敌军就会发起突袭。为了守护阵营里的大家，安德能做的就是锻炼左手，从小时候在村里跟佣兵学到的东西开始，到跟拉格纳学会了重剑以及其他剑术的基础，这些都是安德很熟悉的东西，因为他用自己的右手已经走过了一次这条路。每次被米奇杀死，安德就更努力一分。多亏于此，左手剑的上手速度确实很快，但安德已经经历了40次惊天，使出的招式却依旧不够稳定。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难道是还不够熟练吗？就在今天，奔杰斯主动问安德想对练吗？这是在过去的今天从未发生过的事。不过既然是想要对练的请求，安德自然没理由拒绝。身为小队长的奔杰斯力气很大，安德单靠左手很难抵抗，所以要用柔剑将冲击弱化，然后打击对手下盘。奔杰斯很快便被放倒。不过安德有些好奇，你为什么要突然跟我对练？奔杰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看着安德训练基础，突然觉得热血沸腾。他想起了第一次拿到剑训练的时候，内心蒸腾着想要变强的欲望，毫无杂念挥剑时的悸动。不过奔杰斯感觉安德的剑有点奇怪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觉得那像是一把死剑。死剑一词令安德若有所思，难道是说自己的剑技不够有力吗？安德隐隐约约想到些什么，因为是用右手练习过的招式，所以他一直在模仿原本的轨迹。也就是说，安德一直在无意识地模仿自己的右手，但左右手本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安德应该找到适合左手的方式，顺着他应有的轨迹挥剑，果然变稳了，从声音到切面都不一样。安德向奔杰斯道谢，他终于知道该怎么用左手了。唤醒左手的感觉将会成为安德使用左手的契机，要从细枝末节的生活习惯开始改起，吃饭、穿衣还有训练，全部都要优先使用左手。为了能把左手的感觉唤醒到极致，安德想到了格莱姆教的袖刀，这种技术的核心就在于利用手部细微的感知拔出刀刃，这种方法应该会对安德有帮助。第50次的今天，奔杰斯再次发出对练邀请，虽然安德成功用左手将其击败，但奔杰斯还是感觉他的剑有些奇怪，既然还没有摆脱死剑的感觉，那安德就还要继续重复第60次、第70次、第80次，每个今天安德都在不断练习左手。奔杰斯又一次落败，还没想到安德居然用左手也打得这么好。安德等待着他的评价，可这次奔杰斯只打算从战场回去后比现在加倍努力。他不再说安德的剑是死剑，安德鼓励奔杰斯加油努力吧，总有一天珍妮也会为你折服。奔杰斯恼怒的反应每次都让安德感到有趣，总得让奔杰斯有机会跟珍妮表白吧。安德不会让他死在这里。天赋究竟是什么呢？安德无法用一句话来定义。善于使用身体自然算是一种天赋，但忘却一切，能够集中于当下，也算是一种天赋。过去他从未被天赋眷顾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天赋的滋味。通过对左手日复一日的磨练，仅100天训练，安德就赶上了右手的30年。现在是第112个今天，挑战即将开始，安德将要跨越墙壁。米奇一直很想再见安德一面，是安德让停滞不前的他有了新的感悟，所以他会用尽全力将安德了结，走向更高的境地。在过去的上百次今天中，安德看到了米奇的全力，所以明白了，只靠剑术无法赢过米奇。安德猝不及防发起突袭，米奇倒退一步稳住身形。就在2人僵持之际，安德突然抓住米奇握剑的大拇指，一把将其掰断，钻心的刺痛瞬间上头。米奇怒吼着将安德击退，他没想到安德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。米奇一直都想通过剑术赢过安德，虽然安德很像满足他的心愿，但即便继续停留在今天，左手也不会有更大的进步。跟米奇的剑术对决虽有趣，但安德决定要跨过今天。这种挣扎方式在米奇看来是没用的，因为他2只手都能用剑，这是为了去往明天的战斗。但安德不打算靠剑术赢，因为对手太过难缠，所以他要作为最后方法使用的技术，是巴伦式佣兵剑的秘技。安德猛地扔出手中长剑，米奇虽成功挡下，注意力却被分散。巴伦式佣兵剑的秘技名为乱斗。无论用怎样的方式，都要与对手缠斗，即便是剥皮拆骨也要战胜对方，用尽一切手段都要赢得胜利，这就是所谓的乱斗。反应过来的米奇下身发力避开安德，他呵斥安德认真一点，拿起剑好好的打一场吧。米奇的剑成功砍中安德，可令他意外的是，安德居然提前装备了肩甲，他可没有不认真，随即左手以极快的速度抬起，手腕处探出的袖刀撕裂血肉，米奇左眼瞬间陷入黑暗之中。暴怒之下，他手中骤然发力，安德的肩膀还是被砍伤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他越不利，要趁米奇刚伤到一只眼睛，对周遭的感觉都很模糊的时候决出胜负。米奇举剑格挡射来的袖刀，却没能把握好位置被射中。安德在射出袖刀的同时径直冲刺，猛地将米奇放倒，他以稀释自顾，狠狠将他的腿折断。这个从不努力的天才，与拥有的天赋不同，是个被倦怠席卷的男人。但在经过上次的战场后，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。米奇一刻都没离开过练武场，不断磨砺着自己的剑术，天赋加上努力，米奇的剑终于开始发出光芒。可他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为什么还是败了。安德神情平静，曾令人绝望的高墙，曾给过安德顿悟的势均力敌的好对手，如今正在崩塌。也许没有战争，他们会成为朋友。米奇所期待的对决不是这样的，他只是想要认真的跟安德较量一番。然而安德要告诉他的是，这里是战场，没人陪你玩过家家游戏。
这场对决，安德很愉悦，他会踩着米奇爬到更高的地方。万幸大部队得知营地有危险，派了工兵队过来，大家勉强活了下来。多亏安德拖延时间，芬杰斯让他把自己的剑收好，可安德的剑早就拿回来了。这是米奇所用的剑，有光线照进来的时候，剑身泛着蓝光，看来是用灯谱产的铁制作而成。那是阿斯本有名的铁矿石产地。克拉伊斯建议队长卖掉这价值不菲的剑，安德却无视他的话，问奔杰斯等下会去前线吗？安德要一起去，毕竟不能把队员们独自扔下太久。两人有些疑惑，他是打算换剑吗？就算那是把好剑，也比不上已经用顺手的剑。安德却反问，为什么只能挑一把拿着？2把剑我都可以用啊。出战的士兵们正在返回营地，雷姆看队长差不多可以到下一个阶段了，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对大陆的家伙这么上心。要是把超越了野兽心脏的秘籍传授给队长，肯定会很有意思。已经成功改造了肌肉，接下来就该是关节了。奥丁要慢慢帮队长锻造一副不会被任何锁技和暴击打垮的身体。狗神的雷姆迎面撞上放慢脚步的奥丁，他有些不满，这大块头的脚是被粘住了吗？奥丁看这位弟兄好像还缺乏成长呢，眼看二人即将开战，懒得绕路的拉格纳让他们先等等。迷迷糊糊的拉格纳还在想人剑合一的训练，他要让队长不只能自由地使用剑术，而是可以与剑合二为一，收放自如。在那之前，拉格纳得先睡一觉。杰森思索着要改队长的步伐，若队长能用最小的行动发挥出最大的效率，肯定会有所帮助。不过杰森怀疑自己有必要主动教队长吗？感觉很麻烦。雷姆抓住又往敌营走的路痴拉格纳，言语间又是要打起来的节奏。杰森可不能让队长变得跟这些傻子一样，还是亲自教导吧。这时精灵中队长示意队伍停下，不远处草丛中冒出阿兹本军，士兵如月嚣张的求战。这种1对1挫伤纳乌黎军士气是阿兹本卑劣的战术，连续的溃败已经让纳乌黎军的士气变得很微妙，长官又不能出面与士兵战斗。这时精灵中队长想起克拉伊斯说的话，现在小队长回来了，那群疯子心情很好，短时间内应该会很听话。于是精灵中队长试探着问雷姆，想不想去处理一下那个家伙。卢月狐疑地看着这野蛮人，雷姆顿时来了兴趣，正好可以打发一下时间。卢月还在嘲笑纳乌里居然派出个野蛮人，下一秒声音便戛然而止。阿斯本军惊恐地看着这无头之躯，雷姆很兴奋，下一个谁来？纳乌里军赞叹，不愧是疯子，真能打啊！精灵中队长看士气好像确实振奋了一些，不过事情的走向似乎有问题。残忍的一幕令纳乌里军都看不下去，精灵中队长下令驻守也没用，雷姆疯狂飞舞着死逃。阿斯本军正痛哭着投降，可雷姆才不想听这些。下一个是谁呢？纳乌里军都不想跟这种疯子一起上战场，士气不升反降。精灵中队长也后悔做出这个决定，能控制这群疯子的，果然还是只有那家伙。杰森很奇怪，不是让队长休息吗？怎么反倒伤得更严重了？精灵中队长突然出现，看来未婚夫不是很爱惜自己的身体啊。精灵中队长让安德拿着吧，这是精灵的药，千金难求，比杰森的药膏还要有用。安德道谢后提问，您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精灵中队长仔细思索后开口，在我们约定了未来之后，好像还没有互换过任何信物，这算是我小小的订婚礼物，欢迎你回归，好好休息吧。一时间营帐内寂静无声，克拉伊斯看队长果然适合跟他一起创办贵妇沙龙。听着队员们的调笑声，安德也不知道精灵中队长究竟着了什么魔，为什么老是开这种玩笑啊？真是搞不懂精灵的心思。这几天阿斯本重复着小打小闹，一直没有正式宣战，多亏于此安德有了可以恢复的时间。奥丁看队长一大早就很忙碌呢，既然用精灵药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奥丁邀请队长来简单打一场吧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安德惨败，除了手腕和肩膀，他身上还有多处挫伤。奥丁想知道，即便如此，如果发生战斗，队长也一定会出战吗？听到肯定的回答，奥丁若有所思。在确定四下无人后，奥丁让队长弟兄别动。安德感觉到了，这是神圣力。奥丁让弟兄什么都不必说，并且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这是需要向上帝起誓的。听到安德应声，奥丁祈祷着离开。神圣力是真正追随上帝的祭司才会获得的证明，那是可以治愈伤者的奇迹之力。虽然奥丁总会向上帝祈祷，但从未使用过神圣力，所以没人知道他是个祭司。此刻奥丁正在祈求上帝原谅。安德怀疑使用神圣力有着某种戒律，总感觉奥丁在承担着某种风险。实际上，如果奥丁使用神圣力的事情被发现，就会被异端审问馆找到。当初他离开教团时受到了很多限制，虽然身上被下了禁止，让他无法使用哪怕一丁点神圣力，但即便要承受钻心之痛，他也无法袖手旁观。上帝虽一直与奥丁同在，却从不回应，可在遇到队长弟兄后，他开始相信上帝的话就在自己心中，所以奥丁还会随自己的心而动。虽然安德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身上的伤口在瞬间就愈合了。如果想保守这个秘密，就不能被其他人看到，在战场上也要小心行事。目前两国还在相互试探，马克思大队长带领的队伍在迂回处负责打前锋，大部队则在绿野等待。上次的战争中，双方派出咒术师和护从，打破了潜规则。如今两国都在投入骑士团的战力，准备全面开战。雷姆想去大部队，这里出现的家伙一天到晚要单挑，没意思的很。克拉伊斯判断这样的心理战应该很快就会结束。
战争号角再度吹响，阿斯本军攻了过来，主力小队全员都已做好准备。没想到敌军又派出单兵，不断出言挑衅。雷姆看这群闲得蛋疼的家伙，手上的剑是用来熬汤的吗？克拉伊斯明白这是要打嘴仗，如果没有骑士之类实力超群的战力加入，双方的士兵战力旗鼓相当，嘴仗是在正式开战前先从心理上扰乱对方的战术。虽然一箭就能射死这些挑衅的家伙，但大乌离军现在士气低迷，贸然开战必然会输。大队长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迟迟没有动作。虽然马克思有准备好的战术，但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用。他和克拉伊斯都知道，现在需要一个能改变目前氛围的契机。这时敌军说道：“连女人滋味都还没尝过的处男真可怜啊！”德鲁本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安德却让他冷静点，迟早会有能释放愤怒的机会。德鲁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安德继续表示没关系，处男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，把现在所有的愤怒都存下来，用在战斗上吧。听到嗤笑声的德鲁猛然回头，只看到憋笑的安里和麦格，雷姆则笑得肆无忌惮。奥丁看德鲁弟兄不如趁机反一上帝。德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，周围的士兵听到这种议论也是一阵哄笑。德鲁怒吼着表示自己没生气，克拉伊斯也不知道队长究竟是真心的还是在开玩笑，难道是本能感知到目前的氛围而做出的行动吗？还真是个妙人。既然如此，克拉伊斯提议让队长出去过过嘴瘾，不过安德可没什么想说的。克拉伊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他相信如果是毒蛇的队长，一定能改变目前的状态，而这种改变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为纳乌离军的胜利开出一条路。克拉伊斯让队长用气势威慑住敌军，首先要进入敌军的射程范围。恩杰斯疑惑这是要做什么？安德看他刚到前线就要打前锋，真是倒霉的家伙。疯子们跟着队长一起上前，敌军戏谑着问：“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站出来啊？”安德本没什么想说的话，克拉伊斯却表示：“都会站出去，您就想到了。毕竟队长在毒蛇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。”此时安德真心提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搞成食尸鬼的样子？”